大家好，比特币或者是狗狗币，今天来做一个最高的预测，就是本轮比特币牛市有没有可能达到100万美元？希望家人们这2年期货做多的利润，或者是现货的利润，我还是继续在 hold， 以及狗狗币昨天虽然下跌，不过利润我也是继续坚定在持有。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再来回顾一下2年之前比特币在 20K 到 15K 的这个底部。当时 YouTube 视频也是提醒朋友们，从美国一些官员的讲话看出来，感觉未来比特币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战略储备，所以现在局势是非常的明朗。美国已经是在储备比特币，其他的国家最近的很多新闻利好也是一大堆哦，很多国家现在都在跟进哦。你不储备比特币，有可能未来的金融市场某一些国家有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我们观察技术的图表也同样可以观察出来，比如19年当时这个下降趋势突破，后面比特币上涨也是非常的刺激。那2年之前，当时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刚突破或者是整个下降的趋势，价格还在2万到3万左右。当时也是提醒朋友们，有可能本轮比特币牛市，或者是今天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本轮比特币牛市会涨到100万美元。从基本面跟技术面我们要怎么判断？我们首先来聊一下技术面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本轮比特币的牛市，如果我们从比特币长达10年左右的这一个大长线的上升通道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比特币自2015年的这个低点，或者是后面这个位置有一个黑天鹅事件，它2015年当时的上涨也是存在一个前期的上升通道，你可以观察一下低点几个低点，或者是这几个低点跟几个高点的位置存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缓的上涨的上升通道，就是之前的上涨你只要比较平缓的情况下，后面的上涨突破 all time high， 在这个位置比特币2017年是再涨了14倍。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整个大长线的上升通道，同样在2018年19年的这个底部，它也是在这个位置存在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9年在这个位置当时趋势突破，它第一波上涨的幅度就比较大，直接涨了3倍到4倍，所以后面的洗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这一个支撑线附近是连续几次，虽然是有一次黑天鹅事件跌破，但是起来之后它在这个位置也是有几次支撑，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当时的牛市，第一波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没有像2015年当时的上涨比较缓慢的前期上涨，才有可能会有后面这种疯狂的暴涨。那现在的比特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有没有可能这一波到100万美元？我们观察前期的这种上涨，比如几个高点的位置也是存在这一个通道的压力线，有可能比特币就会下跌，或者是下跌盘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低点的几个支撑，它跟2015年的那个低点，包括 25K 左右的这个低点，也是存在一个上升的通道，就是前期的上涨。可以看一下比较平缓啊，有涨有可能会横盘，上涨一下再横盘，上涨一下再横盘。那现在短期的这个位置，比特币也是非常的关键哦。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绿色的通道会不会突破。如果这条绿色的线能突破的情况下，那有没有可能就像历史上的几个走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0年，当时也是在这个绿色线上方，比特币疯狂的上涨，以及2015年，它同样也是在这个位置突破了这一个绿色的通道上沿的位置，后面就开启爆发的上涨。所以这个位置如果突破，有没有可能高点比特币本轮的牛市会不会涨到100万美元？那今天来聊一下基本面。因为美国既然在储备比特币，其他的国家你肯定也要储备啊。你不储备比特币，那你本国的货币你要跟什么去挂钩？以及其他的基本面，比如现在是在降息的周期，也是非常利于就是整个币圈。所以从基本面我们再配合技术面来聊一下之前的底部位置，
当时的环境是这样，就是本轮牛市，我估计可能一大堆的人都在踏空比特币啊，特别是当时在这个 20K 到 15K 的底部，或者是这个盘整的区间，就是整个市场的环境，经济是在衰退的言论一大堆，或者是美国在加息，怎么可能比特币会上涨的言论也是一大堆。所以回顾2年之前的底部，主力就是非常的阴险哦，要用利空才能积累到一大堆的比特币。在没有明朗之前，或者是 ETF 没有上市之前，主力估计就是积累了，或者是2019年的这个区间，就是积累了非常多的比特币。那现在价格上来已经是非常的明朗，这个通道如果能突破，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历史上的这个通道，如果把这个通道移到2013年的这个高点，以及接近这个2017年这个高点的位置，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个通道也可以画平一点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个时间或者是这个高点的位置，大约是在100万美元，有没有可能在2025年的10月份左右，比特币会不会涨到100万美元？当然，估计有可能一大堆空头又要开始骂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我们跟踪一下链上鲸鱼的数据哦，因为持有100枚比特币钱包的地址，14号这一根十字星啊，它是卖了1500多枚。不过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吧。比特币10万美金不要回来，还是一样。如果10万美金回来的话，就是前面有聊到的一个短线的支撑，98500美金，这个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啊，或者是有可能比特币就是这样子盘整，或者是缓慢的上涨，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涨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或者是继续盘整。如果盘整的时间越久，有没有可能在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左右，比特币如果能再启动，有没有可能一步涨个5个月到6个月，再涨10倍到100万美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狗狗币最近也是一直在奶不上去，那或者它价格盘整，有没有可能在下一周就开始启动？这个位置很难判断啊。如果主力不拉的情况下，我们去观察一下短期这个箱体。还是一样 0.34 是一个支撑，或者是昨天的这个低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2根蜡烛实体的低点，以及前面这一根下跌的低点，包括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转折，因为之前的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一个转折，以及这2根 K 线的高点。短期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0.39 能不能支撑啊？当然也要注意啊，如果主力要盘整，或者是下周会不会变盘，也不确定。因为我一直在估计比特币会不会继续盘整，如果能继续盘整的情况下，最近的一些资金继续在这一个山寨币里面表演，但是最近的一些山寨币感觉也是在盘整啊，所以最近我们尽量观察一下狗狗币，如果要继续盘整的情况下，也是情理之中啊。不过后面我还是一样，盘整结束，这个位置不是顶部啊，我相信狗狗币也会继续涨。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